光电浮台，他们怎么会想出这一招哦？那造成这个终于酿成灾害，因为这是风啊、水啊等等哈，所以呢，国民党就民进党的绿能现行了哦。那主要在屏东那个地方哦。那经济部呢，因为它有这个海上，有没有看到？它有一个光电，然后呢一冲，现在麻烦是你现在看到的是这平台啊，那个光电板已经下去了，上面那个光电板其实是沉下去的，光电板是很毒的，你知道吗？哦，那个几百年都没有办法分解的。而且你如果变成碎片，那个鱼可能啊吃啦等等，那将来人搞不懂再吃那个鱼，人也跟着中毒，所以很讨厌了哦。那经济部说没有，我们这只是测试抗风浪的测试而已哈，而且将来呢这是在试验新技术，并不是打水漂啊。而且呢，我们将来哈这个公司说我们连接补强以后还要再试验，看到底我们能够抗多强的风，抗多强的这个浪啊。那另外呢，现在环保署环评委他们联署去年就说了，你现在只要是光电开发，除了在那种特别的湿地以外，通通不要环评，对，通通不要环评。哎，那你这搞什么？环评多么重要？你光电那么大的面积，可以不要环评吗？所以现在到处遍地烽火，只要说我要搞光电，我就政治正确，谁也不敢挡，哦，没有人敢挡我，哦，所以呢，已经要求修法1年了，还原地踏步。那环保部你要去争啊，要跟经济部争这个事情啊，哦，你不能说因为哦这个民进党的政策，所以大家都像乖乖牌一样，什么都不敢讲，不可以的。你们嘴巴讲爱台湾，这样叫爱台湾吗？把台湾的土地搞成这样子，叫做爱台湾吗？哦，满目疮痍。而且呢，这个系东说呢，背景不简单。那黄国昌说是拿纳税人的补助来吃的肥肥的哦。那另外呢，国民党也说这个叫做海上光电常见人哦，都是绿油油串联利益关系哦，然后呢一堆哦，在这个地方哦，这个跟这个，这个跟这个，反正都有关系哦。你看这边哦，潘孟安、曹启宏哦，甚至呢蔡英文哦，这个赖清德谢金河哦，旭东环保哦，他董事长哦，他把它都串在一起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说海上光电变成海上坟场哦。那苏玉峰医师说呢，弊案这不要查吗？那你说好的可以用20年呢，怎么才一下子这个水一来风一来就不行了呢？哦，另外呢，这个说呢，这个变成海上废物，所以柯志恩也说是到底什么脑袋想出来，而且还要补强，还要再去搞哈，所以一票人很愤怒哦，所以变成大量的海滩垃圾。我告诉你，不只是这样哦，这上面那个光电板到哪里去？你没有看到啊，在哪里啊？哦，事实上呢，之前我就听说这个计划，就有人跟我讲说非常危险，没有人这样搞。在海上，你可以在路上搞也就算了，把山林砍掉也就算了，已经很气了。到海上去搞，你怎么可能受得了那个海上的风浪嘛？你那个海的力量有多大？你搞得清楚吗？那这乱搞一通，到底是真的在试验，还是靠这个来捞钱赚钱哦？那能源署说呢，大树光电板吃到3年跟现况不符哦，没有那么严重哦，也没有什么崩塌哦等等哈，看一下。台风过境后，光电浮台残骸被海浪拍打上岸，残骸四散绵延屏东海岸2公里，绿电对台湾海洋造成严重污染。负责的绿电公司蓝营揭露和绿营关系匪浅。这一间旭东公司哦，它是斥资11亿在屏东扩建新厂。那他在剪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包含了前县长曹启宏，还有这个屏东县当时候的县长潘孟安等等的，以及苏正清立委、钟嘉宾立委也都有来到现场。曹启宏卸任之后，和他底下的环保局长在旭东里面当独立董事议员之一，这不就是门神吗？且旭东发展绿能拿了中央补助1.3亿，但光电浮台经不起台风摧残。结果当他独董以后，第2个月1亿3500万就决定要给了，给了1亿3500万以后，搞成现在屏东的海岸是一片浩劫，没有人要出来负责任呢。没有人要出来回应呢。残破的光电浮台何时要清？能源署回应，已通知旭东要在林边、嘉东、枋寮进行碎片搜寻与打捞，要在2天内尽速处理。杨真。
我就是觉得这个光电板啊，真的是非常的伤心哦，所以这一个台风哈，真的是调出了非常多黑暗的一面了。然后呢，我不知道经济部他到底拿出来这个东西，我第一次看到经济部替这个厂商在说法，而且他说大树光电吃掉山林跟事实严重不合。我这台风当天就去大树就看到嘛，你就看到非常多没有崩塌，我们所担心的问题没有发生，但是因为雨水冲刷，很多的防土墙没有做好，所以的确是一块一块，很多埋在里面的这个疏道的这个所谓的水管，绝对是暴露在外面，所以居民非常的那个担心，而且他们的确这光电板那个整个的坡度，万一流下去里面，距离村庄只有100公尺，这个每个人都在那边，当然也惊嘛，对不对？所以里长才会大声的抗议。那我真的觉得，说实在的，他们其实民进党的议员，我们国民党议员在2、3年前就已经在市议会当中就提出质询，那个时候市政府的处理的方法就是罚款、罚款、罚款。我刚刚必须要说啊，刚刚的2019年那是苏贞昌的时代，是批准，只要你不是一般的这个地方的话，它通常不是湿地的话，你是只要做光电，你是不要免环评的。然后呢，现在还有加重了一些，比如说你坡度超过30%等等之类，你是要。那我们大树这一块就是超过30%，可是它是用的就是旧法，所以你现在它还是在法的条件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才是我们觉得只能透过罚款。那你罚款罚多了，万一它没有符合这个水保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当中，这个能源署就说，那我就不发给你使用执照嘛，他们只能用这个方法。可是，一片山林全部被坦平了，你看到那个空拍机，你真的觉得很难想象，5年来都没有人知道，都睡着了。直到我们揭露了，大概是因为不同的政党之后，他们才决定要把第2期，第1期还在如期哦，第2期把它全部撤掉。那你刚刚说昨天的那个更离谱，我们嘉东沿海岸当中，他们说把光电板去除了，可是你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看到光电板的影子，只是大规模的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今天已经发函给能源署、经济部，叫他给我一个所谓你要说的实验的这样的佐证。可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实验的佐证。你花了我们1亿3，都是我们补贴给你们，然后你们在那边实验，而且从志宏慈开始，小英总统还曾经去当过他的这个开幕的嘉宾，去看看他未来可以如何。我们没有反对绿能，我们真的没有反对绿能。可是你绿能，你破坏我们的山林，破坏我们的海洋，我们当然要有声音。而且目前为止，你是拿我们补贴的钱去做出破坏山林的事情，我们当然非常的生气。就把这个大树呢，这个里长的声音都被听到了。然后呢，昨天就突然冒出一个说，陈其迈去这个拥抱这个黄敏惠，很好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因为高雄今年没有这个大风大浪，我们把这个资源拿去给好，就变成说我们在骂这个陈其迈说你干嘛跑到这个嘉义去，然后你高雄都不管。我没有讲过这句话，我觉得能够去有余力去帮助别人是很好，所以我还是说，目前为止，因为揭露了太多这件事情哦，我真的觉得每天都在地方里面都有一些很奇怪的声音出来，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继续保持监督的角色吧。不过高雄市议员张博洋承认了，说你没有讲啊。他本来是要根据他们坏的错误的消息，本来要再去批我怎么这么小心眼，怎么如何，就这根本就是个假新闻嘛。事实就是事实，有就是没有就没有嘛。就没有嘛。来，王慧。关于绿能呢，我想大家都是支持的哦。但是呢，我们要回头看的，大家不断讲的，再也不断提醒赖政府，就是你的能源政策哦。那最近呢，这个台风呢，竟然让他的这个绿能呢的这个相关的事情呢，借由台风又浮到台面上来。过去我在立法院的时候，我讲几个名词跟绿能都相关啊，只要跟绿油有相关，都全部好像有跟弊案也有相关哈。从这个不管是云豹哦、台盐绿能哦、联合再生，现在又出来一个旭东，不管他们否认到什么程度。刚刚智恩讲说他跟这个经济部要资料，我之前的经验，台盐绿能那时候陈启玉的事情的时候，光要一个资料，通常都要等半个月以上，他们才会给哦。当时我在猜这个，因为台盐绿能衍生出来陈启玉的这个农地盖豪宅的事情，当时陈其迈也震怒，所以他的震怒，他常在震怒。但是如果媒体没有一直吹下去，我们监督的角色没有一直追下去，他就忘记。后来那个豪宅怎么拆掉？你知道，就是我们不断的过了1个月之后，我们再追，然后派人去那边现场再拍，就让他没有任何的一个借口了。我最后还是要讲一下，绿能我们支持，但是你一定要得到当地的相关的一个民众的一个支持哦。最近这个西部可能这个光电已经开发差不多，这个赖政府开始往我们东部去走。
哦，除了前阵子台东已经拒绝有关这个风力发电的部分哦，到当地去。最近我们宜兰也传出来哦，大家知道东部的海岸线都很漂亮，我们宜兰有超过百里的这样子的一个海岸线，它现在在五节苏澳这边要架14支好的这个密度很密哦，500公尺就1支。完全还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沟通，其实会让当地的民众非常的紧张，因为其实风力发电会有那种的那种低频的声音，其实对于生活的品质会产生相关的一个影响啦哈。所以我觉得在绿能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在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沟通还是非常重要。哦，对哦，西部完了，现在往东部发展。对啊，现在先桃园，我在想说，难怪他们要罢免傅昆萁跟那个黄建斌哦。对。哦，原来半天就往东部走哦。对。把他们干掉以后，搞不好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在东部也大搞一通了。休息再回来。好，那么大罢免结束以后，民进党已经在看结束以后，超前部署要怎么办？说刑法100条对付你们这些国民党的委员，如果没有把你们罢掉，罢掉，如果他占多数，他搞不好也整你；他就是不占多数，他也会整你，因为司法在他手上嘛。所以呢，柯建铭就喊了刑法100条对付国民党委员。讲完说呢，你柯建铭在讲什么？那你不打脸赖清德吗？赖清德以前也是主张要废除刑法100条，所以呢，你什么意思？其实民进党以前是主张要废除刑法100条，那刘许婷就说演都不演了，用刑法100条来伺候，所以呢，国民党也很紧张。什么意思？我们看什么叫做刑法100条？就是所谓内乱罪，所以白色恐怖时期呢，有很多的政治犯啊、思想犯就因此入罪了那时候我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所以我们就把这条给修了那当时呢这样讲意图，只要意图就你想要，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的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着手实施者，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无期徒刑；预备犯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徒刑。那后来就改成这个。意图破坏国体等等而已，加了一个强暴或胁迫着手施行者，前面没有前面你只要意图就不行了，所以那是思想犯。那现在是行为，除了意图你更要以强暴或胁迫着手施行者才违法。换句话说，从意图。但是没有着手实施，到现在虽然有意图，而且还要着手实施，而且这个着手实施是以强暴或胁迫着手实施，这样的话，当时也是跟民进党协调，包括施明德什么，后来当时也都同意用这种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呢，把它修正成这样。那现在这个是当时是民进党非常反对的刑法100条，也经过政党的协商折通，搞了半天，然后现在居然。柯建铭是要用这个来伺候国民党的委员，我觉得这个一招归一招，后面招招有招所以呢，吴思瑶就说，很多国民党委员都有司法案件在身，到时候把你们都关起来王世坚说，哎呀，这个口误啦，不可能啦，你讲柯建铭口误，你什么意思啊？你问柯建铭他有没有口误那另外呢，民进党说所有党公职。是反对恢复刑法100条的但是呢，那柯建铭讲这什么意思啊？你柯建铭讲什么意思啊？而且柯建铭每次讲都准对不对？原来就是要罢免你，要罢免我也讲准柯建铭说不是7月2日就是8、2、3也准他都准对不对？那柯建铭是什么通天为什么他会准呢？吴思瑶说我们已经努力了大半年，什么半年，整年了啦一定要赢说我们要当罢团的最强侧翼。绝对要赢那另外呢，这个就吴思瑶还好意思，如果不是那个什么张克进撤退，吴思瑶这次也是在罢免名单上面后来都2阶段都联署够了，只是因为那张克进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根本递不出去，宪办法规定非要领先人去递他现在这个我不知道张克进看了作何感想？你看看，就你当时因为你躲起来了，你不会而且人家都已经。
人数都够了，将近3万人都签了，实实在在一笔一笔签出来的。哦，然后呢，所以现在吴志尧，你看，哦，要做侧翼的，这个要霸团的最强侧翼哦，好吧，我们看一下。柯建铭狠狠地打脸过去一直主张废除刑法100条的民进党，也狠狠地打脸赖清德。所以台湾的民主到底是要往前走还是后退？我相信赖清德非常熟悉这句话。柯总召，他当时也是参与啊，哦，那些场景历历在目，我们都还记得嘛。所以那柯总召不可能去对他过去参与过，哦，他们共同领导，那他们也对刑法100条深恶痛绝的。那民主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啦，民主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所以我相信他讲这个应该是口误。好吧，到底怎么回事？来，连浩怎么看？基本上是整体的这个政治清洗的工程啊，其实从之前就开始，行政院当时候跟大家讲说，大家都是其余人口。好，然后到最后，这个赖清德在10讲的时候的第2讲讲说杂质，这次大罢免是要打掉杂质，他就是想说这些立法委员是一票一票一票选出来的，这些立法委员背后代表的民意，通通是杂质吗？所以所有中华民国的60%人，在你赖清德眼中都是杂质吗？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最近不是有一个短影音吗？在讲说打牌啊，下家也吃，对家也吃，后来牌换成他的才可以，叫做打掉牌杂质，因为你们的牌有杂质，换我赖清德的牌继续打牌，因为我一定要赢，这有什么翻桌不认人的这一种政治的操作？结果竟然在8囧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那戒严呐，如果这次没过，那赖清德怎么戒严呐？哇天呐！所以你赖清德要戒严吗？所以之前民进党团的小编在这个韩国的尹锡悦之后讲的内容是真的耶，你们真的要戒严呢？那这不打紧，这是8囧是侧翼嘛？那这个柯建铭是侧翼吗？柯建铭是立法院的民进党的总召，竟然讲说要用刑法100条来清洗大家。刑法100条是意图，过去是意图内乱叛国。现在是破坏国体跟窃占国土，那个完全是差距很大的。以前党外人士在讲说刑法100条废除之后，或是在更动之后，这是所有台湾民主的胜利。怎么现在柯建铭拿出来用？所以我觉得柯建铭讲100条，因为他是Coco姐的节目讲的，你知道吗？这在脆上面是引起轩然大波，而且每一天的那个力度还在加。民进党，你真的要戒严吗？所以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哦。有一些人在讲说，哎呀，没关系啦，反正你们补选啊，还补选得了？不行，中间的空窗期，他就要戒严，就要跟你过刑法100条的，你还等到后面哦，你来不及。中间60天的空窗期，他就会让台湾的民主翻天覆地，赖清德就要开始走向戒严之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726的时候，真的一席都不能少。嘉宇，你觉得什么意思？柯建铭什么意思？民进党发言人吴峥都已经出来否认了。那当然，柯建铭柯总他最近讲话，大家也都知道他。但是之前那个柯建铭说，民进党在后面去跟那个罢免他的配合，民进党也出来否认了。后来现在证明是真的。赖清德总统他是说与公民同行，但是之前他们的开会等等，我相信民进党是没有参与。那柯建铭总召当然他对于整个罢免的行动，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他对于国民党，他可能在这1年多来，他觉得有很多事情他看不下去，但不代表民进党都是认同。看王世坚委员，包括吴峥也都出来否认。那过去我们在台大的时候，我们法律系教授林山田当时他课堂上，他是这个100行动联盟可以说是召集人，主张废除刑法100条，几乎所有民进党的我们的前辈们全部都是主张废除刑法100条的。所以现在你说刑法100条，绝对是所有人的痛台湾人过去白色恐怖、思想犯等等的。受了多少的冤屈？那你说现在要拿这个刑法100条来惩治任何人我觉得除非有非常明确的证据，否则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都是再度掀起大家那个过去痛苦的回忆。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当然民进党的人是不会认同，也不会认为说台湾现在会回到过去那个戒严时期。接下来再回来。
这次台风因为刮风下雨了，尤其南部受创蛮严重的哈。那陈亭妃只是呢这个问说台南何时会复电？这也不能啊，这样被批耶所以他赶快说，我跟台电员工永远在一起所以呢这个我的 po 文被误解了我们不要有口水换句话说呢，也不能问就民意代表问一下有什么关系？问一下，台电只要答复说，因为现在很忙啊，哇，到处都在这个抢救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怎样尽力啊，等等，这也是一句话嘛。民意代表不能问，民意代表不能删预算，民意代表是怎样啊？是招谁惹谁？你们选民意代表干什么？我当立委、当议员的时候，当然会问啊，自来水什么时候恢复啊？这个翡翠水库的水怎么浑浊了，加了。净水厂加了这个各种的这个漂白的设施啊等等，什么时候能够这个不要那么多路啊等等，怎么不能问呢？台电很多选民打电话就问台电这个地方断电那个断电什么能复原？这本来就是民代表的职责，现在也不能做了。民进党执政后无法无天，连民进党的委员去问都不行，哇，实在是好吧？所以呢，陈亭妃追复电被骂翻，这个删文。当然了，他有对手，林俊宪说要给台电人鼓励，这时候不应该追，讲他们太努力了，很棒很棒那所以陈亭妃赶快删文而且呢，蔡其昌也助攻林俊宪，台电人很辛苦这个是陈亭妃的等等旁边这陈亭妃这个蔡其昌说呢，这个台电人员为了复电努力，要给他们鼓励，没有不给他鼓励鼓励归鼓励但是呢，这个辛苦归辛苦复电归复电还是要追的那另外呢，这个台南的北门还停电，所以赖清德说台电尽最大力量，希望大家互相体谅另外呢，因为现在要成立一个运动部所以呢9月要挂牌，大家也在卡位说呢现在李阳传出来说有可能然后张廖万坚呢，因为他带他太太出国出差。所以呢，就被人家讲说什么带你太太去呢等等那张万坚呢，赶快秀他的这个单据说没有，这个钱是我自己出的等等反正就扯成一团然后这边有好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台中市副市长、陆委会主委、行政院云嘉的这个什么联合服务中心移民署署长等等，这是2015年的、2016年、2017年这个民进党执政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也都带太太出去那另外呢，这个张廖万坚说呢，第一个老婆没去过，第二个呢，他是当我的翻译的我们省一个翻译钱所以呢，这个他是这样的回应所以公务员觉得老婆可以当翻译那另外呢，这个他秀单据澄清说是自费的然后呢，如果假的，我愿意请辞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因为大家要争。教育部他是市长，想要当体育部部长、运动部部长所以这个时候又开始了斗争了。斗争，民进党自己人斗自己人也是很凶狠的。我们看一下。直奔麻豆看农损，地上全是被台风打下来的文弹，而陪同总统的除了阁员们，台南立委几乎全到齐。是不想让对手独占风头吗？陈亭妃逮到机会也插话，只是彼此较劲的，恐怕还有灾后重建。这一次的这个大纳斯台风造成台湾电力公司650支电线杆破断，然后呢，电线杆没有问题的地方也有450条电线断掉，光嘉义县3座高压电塔倒塌。总统主动提及云嘉南停电惨况，会不会是有意讲给旁边的陈亭妃听？因为前一天陈亭妃脸书发文要台电告诉乡亲这电何时可收好，没想到引来网友讨论呛下，要陈亭妃安静就好。我们的po文其实是被误解了，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救灾当中，其实我们不要有口水，所以说我就把它删文了。只是陈亭妃口中的不必要纷争，是否跟同党立委有关？毕竟跟林俊宪友好的林怡景发文感谢台电人员，郭国文也留言谢谢抢修。身为民意代表，应该对辛苦的台电人多一点肯定，多一点鼓励，少一点责备。那台电从外地也紧急调动人员来支持，从外地到台南来的已经比原来在台南本地的还要多。明年台南市长这一局，谁是谁的人，瞬间壁垒分明。好不好？电到底怎样？
你说台南啊，陈亭妃啊。哦，我觉得陈亭妃来说，这个绝对是你今天去看陈亭妃跟那个林俊宪他们拍的照片，他们脸书的照片，都把各自给 P 掉了，在不同的地方，你知道吗？然后呢，每一个你如果去看那个照片，然后我个人觉得说陈亭妃哦，她真的是因为她的民调现在比较高，所以说呢，她只是说一个，我觉得她这个问话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是她为什么被骂到删文？就是所有林俊宪那一挂系统的人，每个人都是在这个时候呢抛出台电那一张照片，然后请大家为台电来发声。那相对而言，就策动了很多人也到他们去留言，所以这个绝对是台南这个内部里面啊，他们在初选当中的一个非常白热化的一个表现，根本不是说台电到底大家不看台电的这个新闻大家都知道嘛。张廖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子，因为大家有跟他共事过，他在教育文化来说，他算是非常蛮平和的一个人了。然后呢，他也秀出这个所谓的机票的这个证据，然后也解释得很清楚。可是这时候为什么又被拿出来？就像赵哥刚刚所提到的，因为我们9月的时候就要成立了这个运动部嘛，那运动部又是全新的一个部分。那目前为止有非常多人都是热门的人选嘛，包括体育署长嘛，包括张廖嘛，因为他过去也是常常这个球迷的非常对这个运动非常的擅长，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李洋，还有其他可能包括连于正宪，好不好？他以前也曾经当过这个奥委会的，不要忘记他哦。非常多人都被提及，所以当他们在这个白热化还有代表后面的派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这个事实可能只是一角，那最后里面呢，还是来自于有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初选到底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才让这些事情暴露出来。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把事情把它讲清楚，然后呢，不要需要关注的是背后那个所谓的派系的角力战，我觉得那才是观察这2个人这件事情的最大的重点。这个是我太太机票的收据。秀出刷卡单据，张廖万坚有备而来，因为他被周刊指控6月底带妻子同赴帛琉考察，公私不分。从体育署的新闻稿或是驻帛琉大使馆脸书都能看见张廖万坚妻子身影。周刊进一步爆料，这趟5天4夜行程，除了是要出席太平洋迷你运动会替帛琉棒球队打气外，访团还去了观光胜地洛克群岛，也到知名餐厅吃汉堡。我带太太从事外交，完全自费，我们没有接受当地的所谓的部长的晚宴，我太太也没有参加，根本没有这个行程，我们也没有去所谓的洛克什么群岛，没有去景观餐厅吃什么有当地有名的这个汉堡。我想这部分的清白我不容这个扭曲跟污蔑。强调连当地租车房费都是自掏腰包，唯独自己机票最后是由体育署核销，而会只有妻子随行，是因为妻子英文好可当翻译。去的时候的确是用公务门。我也问过体育署，这个合不合乎规定？他说合乎规定。多次提到体育署，巧的是整场记者会，署长郑世忠就站在旁边。署长是陪同市长一起开的记者会。没有，他就是在旁边。关系。听到媒体询问，署长随即转头离开，但没多久又回来。而这爆料时机点，现在被质疑跟9月将挂牌的运动部有关，因为张廖万坚跟郑世忠等人都是热门人选，而且张廖万坚的妻子更是从机场就一路被跟拍，绝对没有主动去争取过任何运动部的任何职务那也希望运动部的成立不要蒙上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政治斗争的一个阴影。这样的报道当然造成社会的观感是不佳的我认为该反省、该检讨都要去做。自家人罕见没力挺，不过张廖万坚是极力帮自己辩驳。如果我所言不实，我愿意辞职。那来金。我觉得先看民进党民进党的立委呢，其实他们向来呢，在他们自己的官员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只要是自己人特别是赖清德的人呢，他们都是不遗余力的帮他们这个捍卫可是呢，张廖呢，他是嫡系的新潮流系的人那为什么呢？在这个档口上面呢，发生了这件事情被周刊报道了以后，连吴思瑶都会出来批评他。我觉得这里面呢，当然就是牵涉到运动部长的人选的背后的角力的问题。然后就这件事情来讲，我跟他是大学同学我们2个是同班，就这么多年来我觉得他在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公私之间呢，他是经得起检验，而且是可以被相信他的说法的啦。因为呢，最重要的是呢，他这一次呢，跟他的太太他们一起到了帛琉，他自己就是
全部的行程，除了他自己的机票是公家的钱之外，包括他太太的机票，还有他们2个人他们的落地了到帛琉的所有的食宿哦，他自己哦，张廖万金自己的食宿各方面，通通都是他自费。他都没有申请任何的就公务出差的费用，然后现在大家讲说什么他们坐公务车，不是，他们没有用使馆的公务车，他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官员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大使馆呢就是假设你一整个同团的人，他们这次还有教练啊等等之类的话，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庞大的这个什么旅行车啊给他们用嘛哈，然后呢，通常呢他们还是会去租车啊，但是呢就公务车的这个部分来说的话，他付钱的哈，他付钱的，然后没有用公务车。然后他太太，我觉得他唯一失言哦，就是没有处理好的地方，就是说啊，怎么他太太英文比较好啊，可以当翻译。事实上，他太太并没有参加公务拜会，在去公务拜会见帛琉总统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也是有我们大使馆当然有秘书在嘛哈，他讲的意思是说这一些大家在参观啊访问的行程里面，他太太的确是英文还不错了，他就做这个沟通。不过那个部分呢，就是有点就是我觉得是有表达不当的地方啦。可是就整个的行程来讲的话呢，他是真的是没有那种公款跟这个带太太出去呢混淆的地方，甚至于他付的更多。还有因为同团有教练，所以说呢，教练他们这些人呢，他们出差当然都是有这公务报的上限嘛哈，所以呢，他请了大家吃了很多餐饭哈。那我只是觉得，就是说，从民进党的他们之前的时候，包括对于上一任的那个驻发副部长，本来也是他们自己人啊，史哲也是自己人啊。可是呢，当在换政府的时候，换赖清德要上来之前的时候，哇，就爆了很多哇，批评史哲这里不当，在那里不当，你就知道就是说有些人要抢这个位置哈。然后包括教育部的另外一位次长叶秉成，他虽然有处理这个性平事件上面的确有他不当的地方，但是也是因为有人在想要这个位置，所以民进党的内部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第一个，李焕当教育部长的时候，我当立委就跟我说，李焕说赵委员你知道吗？所有的部会里面黑函最多是哪一部？问哪一部？必教育部。搞来搞去，本来就多。那加上民进党内部的斗争，要抢这个运动部长的位置，所以现在斗得就更厉害了啊！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做一个梗图就被压，因为他们把那个法官、检察官的梗图做出来啊，就被压哦。所以呢，现在羁押法官跟检察官，他认为是黄国昌认为是滥权羁押，柯文哲也被压那么久嘛，哦，所以呢，人权受到迫害，应该要修法，哦，所以呢，他要推羁押制度要修法哈。那因为现在的确哈，检察官可以压，然后抗告，法官也可以1、2、3压好几次哦，整个压了可以压了1年多哈。那所以呢，尤其现在执政党追杀政治敌人，杀红眼啊。所以呢，人民的苦难政府看不见，诈骗，然后呢轻重，一家5口，然后呢15万就交保，土城，给他就立刻就放了，把他老婆跟小孩子都给他杀了，家人多惨了啊！所以呢，黄国昌说，今日柯文哲，明日任何人啊，不是只有柯文哲，很多人其实现在都已经看得出来了啊！而且民进党还讲，如果罢免之后，就是要刑法100条伺候你们。然后更大的问题来在后面等着你们然后吴思瑶说他们好多人都有司法的问题等等所以呢，这个民进党就说这个修改羁押法是干预司法，怎么干预司法？现在羁押法也是立法院定的，哪有干预呢？立法院本来就可以修法，都可以，怎么不行呢？这根本怎么叫干预司法？这完全没有干预司法。干预司法说按照现在法律，你去说你不可以，法律本来就是立法修法都是。这个立委的权责嘛，难道这个吴思瑶不知道立委权责是什么吗？现在简直是我觉得，就是你立委这是立委修法、立法、审预算、制定政策，这是立法的天生的职责。立委不做这是失职的，你选他干什么？好，
好吧？所以呢，黄国昌说，我记者会还没开，你们就急着泼脏水啊。那另外呢，学者洪说，原来法律系无罪推定的原则只在于课堂上然后呢，这个有余，因为现在是有串证之余就可以把你关起来，要有事实啊，不能是余啊，要证明啊，要事实证明就可以无限的抗告、羁押禁见，所以司法沦为报复陷害的手段。其实黄国昌没有钱，我已经提了一个修法案出来了，我请了这个刘秀莲律师提了一个法案，就是不能自娱，要有具体事证。我也觉得太过分了，结果我交给某个国民党委员不敢提，所以现在罢免，怕这个时候呢被人家认为说呢这个说影响司法，现在还不敢提啊。我搞不好可以交给黄国昌啊，真的就本来就我在旁边都看不惯，我就可以这样子吗？国民党搞一个这个罢免立委，一个也没罢成，几百个被约谈。这个多少人被这个搜索，然后被收押、被这个禁见，可以这样干吗？法律可以这样干吗？当然不可以嘛。稍微有一点这个正义感，人都看不惯，不可以这样。这件事情不是说只对国民党，将来有一天也会对民进党的，也可能啊。而且不是将来有一天，现在民进党里面的不服这个跟他派系不同，也可能被干了。大家都要人人自危啊！不可以这样干啊。所以呢，徐巧芯就说，像土城这家暴男，无保请回啊，就杀了。充满了荒谬的工程，他是预谋啊，他不是临时起，他早就去买好那些东西，要准备要杀人了。我们看一下。台湾社会近期很不平静，先是发生丰原五口因为诈骗案集体轻生，接着又有土城2死凶杀命案，前者是万交保，后者甚至在无保请回后犯案。对比有粉专做梗图，扬言要北检检察官命债命还，就遭羁押禁见，民众党怒轰司法太双标。只要敢触怒当权者、触怒掌权者，都有可能因为只是做一个梗图，马上就被逮捕，马上就被羁押禁见。民众党团已经提出修法版本，针对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第413条删除了"于有必要时"5个字，白话文就是若检方抗告到上级法院，法院认为抗告有理，除了撤销原裁定不能发回给原审，而是要由自己裁决，避免检方无限抗告。接下来修法方向还包括是否起诉后不该继续对被告进行羁押，以及若检方未讯问到的证人能否作为继续羁押的认定。尤其是呢，法官如果呢起诉以后，因为起诉代表你检察官证据都搜查都收集完毕嘛，老实讲，这个时候你要用防止有什么串供之语去羁押，我觉得这个理由已经不存在了啦。你被告被讯问了，只要有一个证人在国外，那么他说你有跟在国外的那个证人有串证之余，那被告怎么举证啊？因为只要那个人在，就有串证的可能性。只是整场记者会的修法方向建议都跟前党主席柯文哲涉犯金华城弊案的司法抗战过程密切相关，也遭质疑是政治干预司法。不是只是为了柯文哲，只不过台湾民众党是个小党，有很多事情的排案，不是完全可以由我们来加以决定的。在司法人权的这条道路上面，不应该分蓝绿。黄国昌强调，这不只是为了柯文哲，而是司法双标道已经有憾事发生，不得不严肃检讨。来，高嘉瑜委员，你这个台大法律系的高材生，你觉得现在这样羁押权有没有太过？当然，我觉得司法改革这个事情，大家也都可以讨论嘛。台湾过去是不是有滥权羁押，或者是检察官权力太大等等的这些议题？但是如果被认为是因人设事，尤其是现在，因为柯文哲是民众党的党主席，然后现在确实他也在民众党里面，很多人认为说他有受到一些司法上不公的地方。那如果因此修法，会引发很多的质疑包括最近黄国昌在推的这个法庭直播。那同样的例子，郑正前委员因为他的欠债的问题，在法庭上审理的时候，他要求不准旁听，就被法官直接呛说你们不是要推法庭直播吗？所以类似这样的案子，如果遇到自己的时候，你又是另外一个想法的时候，大家就会质疑说，你这个修法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大众？那司法改革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我不希望说它因为政治或其他因素被拿来当做一个消费的一个目的的工具。我想就是因为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刚刚嘉瑜提的例子，我就来告诉大家，2008年的11月12号，时任民进党
党团的干事长赖清德，他当时就讲得很明白啊，他说羁押是伤害人权的做法，应该是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线嘛，哈。但目前看起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大家要把它嘲笑？民进党反正就这样嘛，这个吴思瑶，我们记者会都还没有开，就先泼脏水，说我们要政治干预司法。我觉得大家持平来讨论，这是每个人，就像刚刚赵大哥讲的，每一党谁都可能会遇到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希望目前，如果现在的一个法令，你去问民众好了，为什么大家对司法不信任？走到现在，不要讲柯文哲啦，蓝营也非常多人哦，现在包含绿营自己也有人羁押在里面。这个之余的部分，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羁押的一个条件？哈，因为羁押基本上是在司法上面是一道非常严格的哦，最后哦，希望不要破坏人权的一个做法之前，希望把这个部分可以把它拿掉嘛。好，你不要动不动就把人羁押起来，还有比例原则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有些就交保了，像讲那个土城的这个家暴男，家暴法他明明就那个太太明明就已经拿到保护令了。好，对不对？但是呢，他把他压起来之后，马上又把它放回去，大家会觉得安全吗？哦，这就是该压的不压，然后不该压的你就是继续把它压。所以你说告诉我们说这是没有政治摄入，没有人会相信。而且司法目前为止，你要做任何的民调，都是民众认为是最不值得信任的。那2016年小英为什么当选？就是他可以来做一个司法改革啊。时间过去了，你就遇到一个赖清德，说刚开始对于郑文灿大家说哇，他连自己人都敢抓，可你看他抓一个郑文灿，然后之后的一连串的状况，是不是符合他当初所设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演出？所以我就说嘛，那个一家5口的那个不是，就是那个被这个土城的